想邱老师啊，过去不管是担任公职、担任立法委员，或者是在学校任教，有你一定的 reputation。那不过也请邱老师啊，要能够理解，在立法院这个国会的殿堂，你也担任过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行使这个人事同意权。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啊，或许会有一些直接，请您不要见怪，这是一个立委该做的事情。您担任立委，应该可以充分理解吧？是的。好，来，第一个事情您支不支持在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增订反霸凌条款？我们应该要去修订考试院所制定的这些法律，比如说是公务人员保障法。对啊，所以您支不支持？我支持。你支持嘛？有一件事情，我要借由这个质询的机会提醒邱老师如果有一天您有幸担任考试委员的话，不要犯相同的错误。我为什么说你如果有幸担任考试委员，不要犯相同的错误我那天请教我们的院长被提名人，我说他支不支持在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增订反霸凌条款，他马上同意。在行使同意权的场域当中，他会说同意，我一点都不惊讶。但让我惊讶的是什么？我完成了那一场同意权行使的询答以后，我回去查了考试院会所有的记录，我赫然发现，2021年就有考试委员在考试院的院会提出来，在公务机关霸凌的状况，我国的法制不够，应该要修改。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邱老师您知道吗？让我震惊的事情是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都没发生。有考试委员在院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学训部处理，学训部什么都没做。2022年，相同的问题再被考试院院会提出来讨论，要求保训会处理，结果保训会还是什么都没做。在2024年的今天，当整个台湾社会为了基层的公务员被霸凌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整个社会都在哀伤，都在愤怒的时候，我必须要老实的讲，上一届的考试院难辞其咎，上一届的考试院难辞其咎，没有把他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导致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竟然要在国会里面透过人事同意权的审查来一一的请教，你们支不支持在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制定反霸凌条款？这早就该做的事邱老师，您认不认同我的说法？我想这个发生霸凌的事件是令人心痛的那这个部分既然以前的考试委员有提出来，我觉得应该要追踪，应该要追踪嘛。我希望您回去考试院以后好好的追踪问一下我们考试院的同仁当初为什么2021年开始，2022年开始，搞到现在2024年什么事都没有做？这是我对您的第一点期许跟要求。接下来，你赞不赞成公务员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这个两个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体系所以您赞不赞成？我觉得有保障法，公务人员有保障法。好，您知不知道职业安全卫生法跟公务人员保障法这两套规范的密度差别有多大？我对于职业安全卫生法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我期许被提名人，你有机会当考试委员，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范密度为什么比我们公务人员保障法高这么多？为什么？因为它有法则。第二个，为什么这么多公务员的团体，我们基层的警消
希望把它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因为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的保障就不足嘛，完全不足嘛，才有这么强烈的声音嘛。但问题是什么？为我们一般的民众出生入死的打火弟兄们，当他们看到一个一个弟兄牺牲了他们自己宝贵的生命，发出怒吼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却是无动于衷，该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做。好不容易在去年的时候，当整个社会沸腾，一场又一场的大火带走了这么多消防弟兄的生命，他们本来要在凯道集结，他们本来要在凯道抗议，结果民进党政府承诺他们，我们会修法，我们会修法，但是他们的期待又落空了。一直到今年这个会期，我们的立法院呢，没有把他们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我们把它纳入了消防法。我们告诉这些打火的弟兄啊，说我们在消防法里面，我们设置了一个专章，我们设置了消防人员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为什么要在消防法里面设置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的事情，是您另外一个任务哦，就是因为现在公务人员保障体系的安卫办法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但是我们的政府又不愿意把他们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所以我们的政府承诺他们什么？承诺他们说，我们在消防法里面设了消防人员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这件事情邱老师清楚吗？这个部分我不清楚。好，那这个资讯可能要麻烦被提名人要再回去补足一下。因为在整个公务人员保障法的体系里面，我们现在出现了双轨。我为什么说出现双轨？一般的公务人员是用安全卫生办法，但是我们对于消防弟兄，我们给他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保护，所以在消防法里面设了消防人员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但是那个消防人员卫生防护的专章里面，它里面所设置的什么？它里面所设置的各种委员会，它里面所设置的防护小组，追本溯源，还是要回到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那这个我必须要跟邱老师报告，这些恐怕都是当一个考试委员要去掌握的基础资讯。是的，警消的这个权益呢，必须要好好的去保护他们。警消的权益必须要好好保护我想整个社会都认同。但我们大家不认同的是什么？我们大家不认同的是当现在的这个政府一再的欺骗，一再的拖延，我们要这些警消的同仁继续冒险犯难，牺牲生命到什么时候？我为什么说一再的欺骗，一再的拖延？您知道我们立法院在11月12号所修正的消防法，我们的总统今天此时此刻今天公告了，今天公告了消防法的修正条文。但是被提名人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所讲的消防人员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你知不知道开始施行了没有？这个具体的细节我并不清楚。好，我跟您报告，我们消防人员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我们的立法院当初希望给我们的行政机关方便，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立委没想到，我们给他们方便他们当随便。为什么我说给他们方便他们当随便？我这个礼拜我在立法院召开了公听会，这个公听会的重点就是怎么强化对于我们警察、对我们消防同仁的保障。那一场公听会我直接请教
消防署派来的代表，说我们现在3读修正通过，也就是今天总统公告要施行的消防法里面的消防人员安全卫生防护专章，当初立法院授权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决定。您知不知道他们决定施行日期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施行啊？我跟邱老师说明，5年以后。5年以后，邱老师，您觉得这样的行政院有负起他该负起的责任吗？我想这个施行日期的制定呢，它可能行政机关会有它的考虑了，但是警消行政机关有他的考虑，那我们第一线的消防弟兄呢？警消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应该要加速。应该要加速啊！我希望啊，你的声音啊，我们大家今天的声音啊，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啊，都会听到，因为如果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不好好承诺，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的针对消防人员安全卫生的防护专章的条文啊，既然5年以后啊才要施行啊，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啊，修这个消防法的立法委员啊，恐怕都已经不在立法院了。施行日期给他们定，我们的行政院哦可以这样干，我们的行政院可以这样干，但为什么这个跟考试院会有关系？邱老师，你一定或许心里面会觉得有点纳闷，我是要当考试委员，我们的行政院消防法里面针对于我们打火英雄安全卫生防护的专章，他们目前的计划要5年以后才施行，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直接报告，为什么会跟你们有关系？当这个专章在正式施行以前，针对有关于消防人员的安全防护，请问要适用什么办法？公务人员的保障法。公务人员保障法19条，写得非常抽象，非常抽象，没有办法具体的落实，没有办法具体的实践，也没有定任何的法则。公务人员保障法19条，如果有用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必要站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在公务人员保障法下面所授权的订定的是《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您知道这个办法几年没有修了吗？大概有10多年。10年没有修了。在过去这10年的时间当中啊，台湾的公民社会各式各样，我们警消的同仁要求要修安全卫生防护办法。我第一次在立法院服务的时候，2018年，那时候发生了大火，很多消防弟兄走了。我们行政院人事总处，我们考试院的保训会，在那一届的国会承诺要修安卫办法。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从第9届的国会到第11届的国会，安卫办法一条都没有修过。掌管安卫办法修订的是哪一个机关？邱老师知道吗？哪一个？是哪一个机关掌管这个安卫办法的修订？应该是全序部吧？是保训会。啊，不对，对，保训会。没有关系啊。第19条的。但是保训会通过的安卫办法，最后还是要谁通过？考试院院会嘛。是。所以考试委员责任重大，不是只有考试，还有公务员的保障。我们的考试院从2018年到2024年，自己可以修的安卫办法，不需要透过立法院，立法院早就授权了，可以整整10年没有修。邱老师，你可以接受吗？我想委员的关切啊，如果有这个机会啊，我会尽量协助考试院的同仁
尽快把它法律我希望哦，修订好。你如果出任考试委员啊，不是只有协助考试院的同仁，恕我直言，强力要求，考试院的怠惰，过去这几年所酿成的悲剧，从安卫办法下面的消防人员，到公务人员保障法下面职场受霸凌的公务员，这不是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吗？考试委员重不重要？在现行的体制下，它当然重要。消极的不作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创伤，血迹斑斑的例子不都在我们眼前吗？是的。我现在在给你机会展现决心呐、我想这个委员的关心呢，我不但是会带回去，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也会尽这个我最大的力量来督促他们。目前的安卫办法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法则。刚刚您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听你说出来了，那代表你有用心，有做基本的功课。再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的保训会，我们的考试院花了纳税人的钱，找了台大的教授做了研究报告，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考试院了，这个安卫办法没有法则，根本没有用。你赞不赞成修改公务人员保障法，增订法则？这个在我们院长的被提名人他有做出这个宣示，就是我们将来会尽快来提出保障法的这个修正案。尽快？多久？我记得他承诺是下个会期就要提出来。下个会期都要提出来。所以如果你也进入考试院的话，你会配合一起完成这个承诺是吗？我会尽力。从2002年开始哦，我们的国家的考绩制度啊，大概一直延续到现在。甲等75%，乙等大概25%，丙等凤毛麟角，丁等非常罕见。整个大的 picture 是这个样子。针对现行的考绩制度，甲等的人数比例不可以超过75%，您觉得合理吗？这个有非常多的讨论历年来曾经也有调整过。我知道相关的讨论我都拜读过了，嘿。对，我没有要考邱老师，我直接问你的立场，你认为合不合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讨论的。当然可以讨论了，也讨论了非常久啊。我现在在请教你的立场，你认为合不合理？我还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大家有个共识，因为很多的情况，每个机关的这个负担的程度其实不太一样。75%，对，是不是过于僵化？是不是在追求形式上面的公平？这个是大家质疑的第一件事嘛。是。但我要告诉邱老师，跟您报告的是这已经不仅仅是不是只有形式公平的问题啊，这可能造成了连形式上面的公平都做不到。为什么我这样讲？来看一下，我从2017年开始追踪甲乙丙丁、甲乙丙公务人员考绩的制度来看一下，结果检任的甲等以上超过95%，现任的甲等以上82%，委任的最低阶的公务员差不多才是到75%。它出现了一个很清楚的图像，官阶越高甲等比例越高被提名人觉得公平吗？很多这个评论都是提到说考绩是不是只讲高官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要仔细的去面对了。目前的考绩制度跟我们的文官体系，它可能存在2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劳逸不均，一个是这样的考绩的结果。我希望你有机会到考试院服务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吗？是。好，谢谢。